欢迎回来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写一下编码器接口测速的代码。首先还是接线部分，我们打开接线图，打开6-8的图片，看一下。这个接线和之前外部中断那一节的类似哈。我们把旋转编码器插在左边 ，VCC 和静地接上电源正负极，下面的 A 向输出我们接到 PA6 音脚。B 向输出接到 PA7 音脚，这里 PA6 和 PA7 两个音脚可以交换一下 ，A 向接 PA6，B 向接 PA7，或者 A 向接 PA7，B 向接 PA6，都是可以的哈，就是正转和反转的极性不一样而已。但是 PA6 和 PA7 这两个音脚不能随便更换。我们看一下音脚定义。PA6 和 PA7 是 TIM3 的通道1和通道2，我们计划用 TIM3 接编码器，所以需要接在 PA6 和 PA7 这两个音脚。其他定时器的话，也都需要参考这个表哈，接在对应 TIM 的 CH1 和 CH2 这两个音脚的位置。所以这里编码器的 AB 向，我们接的是 PA6 和 PA7，这就是接线图。然后看一下面包板，来接下线哈。首先拿出旋转编码器模块，插在面包板左边合适的位置啊。然后用跳线接下上面的电源部分 ，VCC 接电源正，GND 接电源负，最后再拿两根飞线啊 ，A 向接在 PA6。B 向接在 PA7， 这样接线就完成了。之后我们回到工程文件夹，开始写代码哈。我们从这个定时器定时中断的代码基础上写，复制一下，改个名字，6-8编码器接口测速，打开工程。这里原来这些代码先注释掉哈，定时中断这部分先也注释掉，我们等会儿还会使用哈，先编译一下。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编码器接口的代码。先新建一个模块，在 Hardware 处右键添加新文件，选择 C 文件。编码器接口，我们的名字还叫 encoder， 存放路径加上/Hardware add， 然后继续添加新文件，选择 H 文件，叫 encoder， 存放路径加上/Hardware。接下来头文件的固定部分快速写一下。C 文件这里加一个 STM32 的头文件，这样模块就建好了。然后在这里我们写一个初始化函数 void encoder elite void， 在这里进行编码器接口的初始化。还是先看一下结构图，熟悉一下流程啊。第一步 RCC 开启时钟，开启 GPIO 和定时器的时钟。第二步配置 GPIO， 这里需要把 PA6 和 PA7 配置成输入模式啊。第三步配置时机单元，这里预分频器我们一般选择不分频，自动重装一般给最大6535，只需要个 CNT 执行计数就行了。第四步配置输入捕获单元，不过这里输入捕获单元只有滤波器和极性这两个参数有用，后面的参数没有用到哈，与编码器无关。第五步配置编码器接口模式，这个直接调用一个库函数就可以了。最后调用 TMCMD 启动定时器就完事了。电路初始化完成之后， CNT 就会随着编码器旋转而自增自减。如果想要测量编码器的位置，那直接读出 CNT 的值就行了。
如果想测量编码器的速度和方向，那就需要每隔一段固定的闸门时间取出一次 CNT， 然后再把 CNT 清零，这样就是测频法测量速度了。那流程看完，我们来看一下库函数。打开 tm.h 的文件，在这里找一下库函数啊。本小节我们需要新学习的库函数比较少，只有这一个 tm encode interface config 定时器编码器接口配置。第一个参数选择定时器，第二个参数选择编码器模式，然后后面两个参数分别选择通道1和通道2的电平极性，这就是配置编码器接口的函数。其他函数啊，我们就不需要再了解了。那回到这里，我们开始写代码哈。首先前面几步和之前的代码基本一样，我们还是到之前的代码复制一下。我们打开这个输捕获的代码，然后从这里到这里复制下来，在这个 encode elite 里面粘贴，然后逐行看一下。第一步开启时钟 TM3 GPLA 没问题。第二步 GPL 初始化，我们使用的是 PA6 和 PA7， 所以 GPL pin 这里我们加个或 GPL pin 7，下面初始化 GPLA， 这样就是把 PA6 和 PA7 配置成上拉输入模式。另外这里这个 GPL 模式可以选择上拉、下拉或者浮空。上拉和下拉如何选择呢？我们一般可以看一下接在这个引脚的外部模块输出的默认电平。如果外部模块空闲默认输出高电平，我们就选择上拉输入，默认输入高电平。如果外部模块默认输出低电平，我们配置下拉输入，默认输入低电平。和外部模块保持默认状态一致哈，防止默认电平打架。这是上拉和下拉的选择原则哈。不过一般来说，默认高电平是一个习惯的状态，所以一般上拉输入用的比较多。然后如果你不确定外部模块输出的默认状态，或者外部信号输出功率非常小，这时就尽量选择浮空输入哈。浮空输入没有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去影响外部信号，但是缺点就是当引脚悬空时没有默认的电平了，输入就会受噪声干扰，来回不断的跳变。这就是3种输入模式的选择原则哈，再大概讲一下。然后继续往下看，定时器内部时钟配置这一行就不需要了，因为编码器接口会托管时钟，编码器接口就是一个带方向控制的外部时钟啊，所以这个内部时钟就没有用了。接下来是实际单元配置，计数器模式这个参数目前也是没有作用的哈，因为计数方向也是被编码器接口托管的。自动重装值目前还是给6536减1，也就是满量层计数啊，这样计数的范围是最大的，而且方便换算为负数。预分频器这里改成1减1，预分频给0就是不分频啊。编码器的时钟直接驱动计数器。最后初始化 TM3， 这就是实际单元部分的配置。接着继续往下看，下一步就是输入捕获单元的配置。这里看一下 PPT 啊，可以看出输入捕获单元并没有全部使用到，编码器接口只使用了通道1和通道2的滤波器和极性选择，所以我们只需要配置这2部分的参数即可。那在代码里，就是后面这2个参数与编码器无关啊，我们可以直接删掉，或者你留着也行，只是它们目前没有作用。那删掉之后，目前结构体的配置是不完整的，为了防止结构体中出现不确定值可能会造成的问题啊，我们最好用 struct elite 给结构体赋一个初始值，加个 struct elite 也是提醒一下我们哈，结构体并没有配置完整。那在定义结构体变量之后，我们来一个 tim IC struct elite 结构体初始化，把这个结构体的地址传进去，赋一个初始值哈。转到定义看一下，这些就是它默认给的初始值。然后回到这里，初始值赋好之后，我们再指定通道为1，
滤波器为 0xf， 电平极性为上升沿。上下节我们说过，这里的上升沿并不代表上升沿有效哈，因为编码器接口始终都是上升沿、下降沿都有效的。这里的上升沿参数代表的是高低电平极性不反转，也就是我们 PPT 这里演示的 TI1、TI2 是否反向。对应通道给上升沿就是不反向，给下降沿就是反向，这个意思。其实这里的这个极性参数啊，等会儿我们配置编码器接口的时候也有，属于重复配置的。这里这个其实也可以删掉，等会儿对比一下之后再删哈。那这里参数配置好了，最后传给 IC-Elite， 把这些参数写到通道1，然后还有通道2，我们复制一下这下面一部分，把通道号改成 channel 2，另外2个参数可以在这里指定哈。指定好之后，再调用 IC-Elite， 把下面这些参数写入到通道2。整理一下这一块代码的逻辑啊，就是首先定义结构体变量，然后 struct-elite 给结构体赋一个初始值，再部分修改我们想要的参数，调用 IC-Elite 配置一遍电路。这个结构体变量的配置哈，调用 IC-Elite 函数之后，就写入到硬件的寄存器了。所以 elite 之后，这个结构体我们可以换个值继续使用，不需要重新定义新的结构体了哈。那到这里，2个通道的滤波器和极性就都配置好了，这一步也就完成了。接下来下一步，配置编码器接口。这里我们只需要调用一个函数就行了。到 TIM 点区里，复制这个 TIM encoder interface config 放到这里。参数第一个 TIMX 给 TIM3， 剩下的转到定义看一下哈。第二个编码器模式可以选择下面3个参数之一。第一个 TI1 就是仅在 TI1 计数，第二个 TI2 就是仅在 TI2 计数，第三个 TI12 就是 TI1 和 TI2 都计数。对应我们 PPT 这个位置的3个模式，那我们一般使用 TI1 和 TI2 都计数哈，所以复制第3个参数放到这里。接着继续转到定义，看一下后2个参数就是 IC1 的极性和 IC2 的极性了。参数列表一样哈，都是 falling 和 rising。选择 rising 就是这个通道不反向，选择 falling 就是这个通道反向。这个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配置哈。我们目前可以先选择 rising 复制，放到这里。然后最后一个参数再给一次 rising， 这样参数就配置好了。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哈，这里后2个参数和上面这里的2个参数是一样的，实际的效果呢确实就是一样的。这2个地方的参数啊，其实都配置的是同一个寄存器，属于重复配置的哈。后配置的参数会覆盖前面的参数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前面这个极性的参数也删掉哈，只使用后面这个函数来配置极性。不过要注意，这时一定要保证这个 encoder 函数位于 IC-Elite 函数的下面，否则的话就是 IC-Elite 覆盖 encoder 函数的配置了，这个注意一下。那现在看这个 IC-Elite 参数啊，就只剩一个滤波器还有用了哈。好，到这里我们整个电路就配置完成了。最后我们再调用一个 TIM CMD TIM3 enable 开启定时器，这样初始化配置就结束了。调用一下这个 encoder elite 函数，编码器旋转就能控制 CNT 自增自减了。那我们下面再写个 get 函数啊 ，unit 16-t encoder get void， 在这里面我们暂时先直接返回 CNT 的值看看，直接 return TIM get counter TIM3， 这样来测试一下。那我们把这2个函数都放到头文件声明一下，编译，没问题啊。
然后回到 main 点 c 测试一下，先 include 一下 encode 点 h， 然后 main 函数进来，先 encode elite 初始化。目前呢，我们就直接在主循环里不断刷新 CNT 的值就行了。这个显示字符串改成 CNT， 然后主循环解除注释，不断修 number， 一行5列显示 encode get。目前 encode get 就是直接返回 CNT 的值哈，长度为5，这样来试一下。编译没问题，下载看一下。目前显示 CNT 是0，我们向右转一下编码器，可以看到值变成4了。我们这个编码器是有这个段落感的哈，每转一格，它输出的波形其实是这样的。A 项产生一个低电平脉冲 ，B 项产生一个相位差90度的脉冲，提前还是滞后，取决于正转还是反转。如果连续转动啊，就和我们 PPT 的波形是一样的了。那可以看出，现在编码器转动一格 ，A、B 项各出现了一个下降眼和上升眼，所以计次总共加了4次。但如果你是电机的编码器啊，那就不会有这个段落感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右转。CNT 就继续自增，往左转呢 ，CNT 就自减，这个现象没问题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实验一下，向左转到0之后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转到0，再往左转，转慢点啊，可以看到0再自减，计数器反向溢出，回到自动重装值6535，然后继续往下减。这就是目前我们使用 uint16-t 数据的现象。那如果我们想要0之后变为-1，就直接把 uint16-t 类型强制转换成 int16-t 就行了。我们试一下，你可以直接把show number 改成 show send number 啊，这样就行，也是进行了类型强转。那我们还是在这里 get 的时候就转换一下吧。这里函数的返回值直接换成 int16-t。然后函数声明也别忘了改一下，在主循环里改成 show send number， 这样就能显示负数了。我们试一下，下载看一下，现在是0，向右转数值自增，向左转数值自减，0之后变成负数，继续自减哈。这就是借用补码的特性，快速完成复数转换的小技巧啊。之后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极性的问题。目前向右转是增，向左转是减。如果这个方向和你想要的不一致的话，可以修改一下极性。在硬件层面，我们可以这样，把 A、B 项2根线换一下，这样增减方向就可以反过来了。试一下。现在向右是减，向左是增。那在软件层面呢，我们可以修改这里的2个输入通道的极性，把任意一个极性反转一下，方向就会反过来。如果2个极性都反转，那极性还是保持不变哈。所以我们目前想改变极性的话，可以把第一个这里的 reason 改成 falling， 试一下看看。下载，现在极性就是右反转过来了，向右是增，向左是减，这就是极性的问题。目前我们这个代码是编码器测量位置，如果需要测量位置的话，就这样直接 get counter 就行了。那我们继续研究，把这个线先改回来，程序这里极性也改回来。如果我们想用这个编码器来测速的话，就可以在固定的闸门时间读一次 CNT， 然后把 CNT 清零。我们修改一下这个 get 函数，要求读完后清零 CNT， 所以我们要定义一个临时变量 int 16-t temp， 然后呢 temp 等于 tm get counter 获取 CNT 之后 tm set counter
tm3 0给 CNT70， 最后 return temp， 这就是读取 CNT 然后把 CNT70 的逻辑。因为要先读取后70，所以需要用 temp 缓存一下哈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在主循环里每隔一段时间 get 一次，所以下面可以给一个 delay 1000毫秒。因为我们人手转比较慢哈，所以闸门时间就给1秒。如果你是电机飞速旋转的话，闸门时间就可以给短点哈，这样可以提高速度刷新的频率，而且防止计数器溢出哈。我们来试一下，下载看一下，目前 CNT 的值就代表速度，单位是脉冲个数每秒。我们向右慢速转，速度是正数，比较小哈。快速转，正数比较大。向左慢速转，速度负数比较小，快速转，负数比较大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用旋钮模拟编码器测速的程序现象。当然，我们目前只是用这个旋钮模拟的测速哈。如果你有编码电机的话，可以实际接电机的编码器试试看，现象都是一样的哈。不过要注意把这个闸门时间弄短点，防止计数器溢出。那程序现象到现在就完成了。不过目前我们是直接通过 delay 实现的闸门时间。如果你主程序没有其他东西的话，可以这样来做。但是如果有其他东西的话，最好就不要在主循环加入过长的 delay 哈，这样会阻塞主循环的执行。那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用这里留了这么久的定时中断了，我们解除注释，上面 timer init 也解除注释哈。这里定时中断目前是每隔1秒执行一次，你可以修改定时中断的时间哈，来调整闸门时间。之后我们可以在前面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int 16-t speed， 然后在定时中断里执行 speed 等于 encoder get， 每隔1秒读取一下速度存在 speed 变量里，然后主循环就可以快速刷新显示 speed 了。delay 可以删掉，这样就不会阻塞主循环运行了。然后前面的字符串我们也改成 speed 哈，下面显示数字的位置往后挪2格，改到7列，这样我们整个程序就完成了。我们试一下，编译，下载，看一下，向右旋转正的速度，向左旋转负的速度，停止，速度为0。这就是我们最终程序的现象哈。好，到这里我们这个编码器接口测速的代码就写完了，我们下节再见。